年代披头士所掀起的摇滚狂潮席卷全球，摇滚乐团成为年轻人膜拜的偶像。而70年代的香港流行乐坛百花争放，许冠杰成就了第一代歌神的传奇。而当红的温拿五虎也使得组乐团玩音乐，在当时香港的年轻人之间蔚为风潮。周华健的音乐启蒙是在国中时期，三哥的吉他使他开始接触音乐，开始留长发、穿喇叭裤。而他与同学组的乐团，在高中时参加无线电视台的歌唱比赛，在上千个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但此时的周华健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他会成为华人世界的国民歌王。玩音乐这件事情，在周华健从小的人生当中，似乎就是一个跟做好学生、做上进的人相抵触的事情。所以每一次他为了要表示他向上的决心，他就要把他玩音乐这事情给搁下啊。这当中包括了，比方说，好像你三哥有送过你吉他，在你14岁的时候，我应该是国一的时候，刚好上初中的时候。是，然后你把吉他说弹了一首 John Denver 的歌，然后收起来，是在你被通知留级的时候吗？在国3那一年留级，其实跟吉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总是觉得那个吉他看到它的时候就很想摸它，拿到吉他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很好听，然后整个人使那个很舒畅的感觉。那当然家里是父母亲一直都会很反对，那甚至因为家里的亲戚是有小孩说搞乐队啊什么，最后真的是吸毒啊什么下场，你知道吗？那当然是那个场所也不对，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弹几个民谣，几个同学在上课前、下课后这样子，是环境相当单纯。那总是大环境里面给的观念跟想法都是觉得碰吉他是不好的。那我家里是太严了，在这方面，去打球也都是不对。你后来从香港来台湾念书的时候，好像把为了弹吉他留的指甲剪掉了。我到现在都还有的。我只留这3支，这样，然后其实一直都保持得非常卫生干净。然后要来的时候是以示决心，从来没剪过的，就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发现很有趣的事情，原来里面的肉相当的嫩的。我想只有女生才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那左边是不一样，左边是皮永远没好过的，一路都破破烂烂这样子，长了茧又掉啊又来这样。然后是那一年才发现，剪完以后哇，很奇怪的出觉的感觉，你知道？然后到台湾来第1年，在侨大里面读书，也没碰吉他，什么都没有。考个好大学这样子。所以你每一次为了表示要向上，就要都赖到吉他上面去。可是你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在香港念高中，有参加过音乐比赛。有那是国3留完级以后，又所谓不碰吉他以后。对呀。那留级那年，其实我说白，在课业上只差一点点，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那年念得相当的轻松，然后也急起直追回很多分数，也因为这样子升到那个高1的时候，我进了所谓学校里面的那个最好的那个自由班这样子，以留级生的身份退到那班。那要有几个是很有 style 的好学生，跟家里背景环境都比我好太多的，然后在那边观摩了他们又玩吉他，又读书读得很好的那个样子，然后始终也是跟他们在一块，也做了好朋友，也都继续玩，再重玩吉他，然后在应该是也就是那一年，就所谓不管了，参加比赛了。然后一共有4个人，我还记得我们的那个名字叫 Dusty， Dusty， 对，一阵尘埃这样子，然后蛮好的，蛮神气的，因为在广东话里面尘这个字就是很神气的意思。好，我去参加，我觉得自己成绩也不错，又玩吉他，又可以冒充一下那个富家子弟，因为那几个同学都跟上等人一起玩音乐，对。然后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从头到底，从参加初赛开始，就一直家里也说，邻居也说，朋友也说作弊的啦，冠军早就排好的啦，然后就进了复赛，复赛以后又进了一个叫准决赛，那还蛮那个的，还蛮真的很多人，有2、3千人这样去参加的，是香港的无线电视台办的比赛。
叫天才什么歌唱比赛，我忘了，1年有1度的，是整个香港的盛事。唱广东歌还是英文歌？我们唱了一首英文歌，有很多合音的，因为里面有2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都是合唱团的团员，然后我们合音做得很出色，然后就进了最后的7个，最后7个呢可以上电视去比赛，那家里都可以这现场在家里打气这样，然后一想到我每一个动作，现在就家里爸爸妈妈哥哥侄子都看到了，侄子还很小，然后就去唱，然后唱完以后觉得有进了7名都已经很风光了，因为第3名不是我们，第2名不是我们，没了，拜拜。第2名是杜德伟，哇，杜德伟的第2名，他有一个乐队叫 Sidewalk Band，就好像是那个什么在路边卖唱的这样子，也是他才富家子弟他那个乐团，在后台我们比来比去，他那种样子真的是，一群人都很有钱的他们，然后就第2名杜德伟，你花钱了，家里有办法了。冠军是谁呢？这样，我现在问冠军就是唱，因为我们那首歌是 Wonderful World， 有很多合音的。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this could be， 那首歌很多合音一起。那有另外一首好像叫什么 Windy Day 还是什么，也是 W 的字头。看的那个主持人呢，很奇怪，他真的只有1秒钟而已，对我来讲好像几个小时这样子，全部是慢镜头的。冠军是，像 W 的，不要 Windy 不要 Windy Day，Wonderful World， 哇，真的是我们。真的有一点差一点休克的感觉，眼睛黑蒙一片这样子，2秒钟再回来，连要跑出去外面接奖杯都不会。对，是我们。哇，一路在想说家里应该这1秒钟家里应该是怎么样的反应，是那及时播出的。然后后来回家问他说我家的侄子很小的在哭，为什么？因为他说叔叔进去出不来了，在电视里面出不来了，叔叔在哪里这样？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影机，所以变成也没有办法有留什么存档。后来倒是回了香港去出了我自己的广东唱片的时候，无线电视跑回去找回去那个档案出来，连杜德伟的那个也调出来，还有，对，都还有。那个时候没学过国语，你给我滚！还广东腔的，你，给我滚！在香港靠近码头的西营盘出生，上有3个哥哥，还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排行老4的周华健被家人昵称为4牛。他的父亲是殷实的潮州人，经营米店的生意。虽然周家米店后来因为抵不过竞争压力而关门大吉，但是抓米虫的日子仍带给周华健许多快乐的记忆。童年时代的周华健迷恋李小龙的功夫，成天幻想自己是个侠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天性好动调皮的他，甚至还常因为多话而被留校辅导。周华健在中学3年级时，因为到处玩耍耽误了课业，遭受留级的打击。伤心的想喝杀虫剂自杀的周华健，在父母的支持下收拾起贪玩的心。经过1年的反省与苦读，才顺利地升上了高中。周华健其实出生在香港的时候，并不是出生在一个别人认为可以接受以音乐为生涯规划的一个方向的这样一个家庭啊。我听说你出生的时候是在香港一个叫西营盘的地方，对。然后你们家开了米店，叫周家米店，有另外一个名字，可是后来我们统称它这样子。那不错啊，就是说那个店是你们家的嘛？是。对啊。可是今天回头去检查这件事情，觉得还蛮荒谬的。因为爸爸的确不是一个生意人，就连带我也不是，说白了。然后我常常说都你害的。我爸爸其实真的还蛮艺术家的，真的蛮艺术家。最基本应该要有的，比如说能够安定下来的日子，那可能是
用什么方法，不是存钱啊，怎么样啊，千辛万苦，要去弄到一个最基础的弄个米店，那好像其实他的人生目标已经完成了，在维持他跟经营他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我今天我觉得我比较懂事了以后，我去看的话，我觉得他并没有去维持它，去完成它，选的地点是在一条街的中间，两头都有米店。你怎么可能会没有人会去那边买米？你怎么可能嘛？你知道，这是已经是个很笨的一个动作这样。然后一路下去以后，后来其实还熬得还蛮那个的，很苦这样。所以讲周家米店是讲好听的，就是其实你们家没有很风光的，有曾经有过，的确有。这是我应该还很小的时候，然后就很简单啦。如果你风光了一阵，我不知道是半年还是1年还是2年，好像应该还没有蛮长。那个时候的竞争应该没那么大，这一家就来咯，另外那家也来咯，只是这样子一回事而已。你就看着你生意额一路掉的，然后你没有解决办法，你没有解决办法。哇，后来真正的转折点还是便利超商，一出不是便利超市在很后期，超级市场，超级市场，每一个都便宜1块半块的那样子的概念来做那个，而且整个美轮美奂这样，连我们都有跑去超级市场去玩。我读到说你在香港曾经在电子工厂当过工人，还当过搬运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国3那一年，那个时候国3那一年，我的几个哥哥都刚好离家出门了，那我大哥算是去参加了海军，然后就云游四海，一会有个明信片回来，他在哪里？在美洲，一会在哪里？然后2哥跟3哥2个也来了台湾读书，我后来也是深受他们影响的，他来了台湾读书，那家里是我爸爸去帮人家打工，那只有星期6、星期天回来，家里只有我跟妹妹跟妈妈，我今天想起来是这样子，那不小心在很多的状况下是我讲话妈妈听的，很礼貌的，我不是说当然变成是一个坏小孩，可是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算是这样子，然后当然还很小，我是国3而已，然后妈妈其实很宠我，我讲的话妈妈都听这样，不小心就我不念书也没人理我，我妈妈好像也没办法去盯这件事情，她问我的时候我就敷衍一句过去就好了，她没办法检查我的功课，之前我哥哥在的话，一检查我就知道原来掉得很严重，就可能会追，少了一份这样的约束力，其实真的今天去看应该是这个原因，就不跟上午班，下午回到家里觉得吃完饭好累，砰就睡了，起来6点，吃晚饭了，把东西收，明天就上课，就荒废了一个睡。其实跟吉他也无关，当然吉他是玩得很勤，还是每天在玩，也有影响。所以你那时候一个男生在家里，是你开始打工赚钱的原因吗？不，就是对不起，刚刚没答到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一年下来以后，考试放榜之前，我觉得这次凶多吉少，我觉得很有可能那个会留级，然后也跟妈妈有商量，其实，我就说妈妈对不起，我怎么样都想做点事，我去找一份工作做好了，这个暑假我也应该去赚点钱。那其实对我来讲，我背后的意思是说，妈妈对不起，我能不能够去打个工，拿点钱回来，反正让你了解我的心意也好，或者说补一下明年留级的那个，当然还是觉得有机会会升上去。然后可是就是神经病去那边打工，然后打得每天无精打采的，而且很惨的那个廉价劳工。我如果初3来讲应该是几岁啊？12加3年，15岁。15岁这样。然后好像应该都发育还没完成，法律上好像不是童工吧？发育好像没完成。他原来那个工厂在搬工厂，搬家都把你搬到一塌糊涂了，冰箱你怎么抬？工厂是搬机器的，当个小广告，我们就跑去那边应征，这样，用最便宜的价钱就找了几个神经病的壮汉，我们还是长得很高头大马，然后就帮我去搬，真的是回来
回来内伤都不知道。那机器怎么搬呢？是神经病，也搬完了。所以只有那个暑假而已，就后来就还是继续念书嘛，就到台湾来念书了。就没有那个暑假完了就留级，留级完了就高一高二高中，然后就到台湾了。是，你那时候最主要的玩乐，听说是沿路学李小龙踢腿，从这边踢到那边再踢回来啊，这是你玩的方法吗？不止，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了。我们小时候迷李小龙的应该是，大人也迷，我们那时候的大人也迷。我们自己男生的一定是没事的一定是这样子的，走来走去，有几句他的台词，每天。那个时候没学过国语，你给我滚！还广东腔的，你给我滚！他每个都是这样，大家都这样子，大家都这样子，家里拖把一定没有的，然后一定用来锯掉来当两节棍，每个都有的，每个一定是这样子。一出手了，就一定有个叫声啊，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你在小瀑布那边也是这一类，也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就拿一个还没完成他的那个拖把，因为妈妈真的是不给他锯，然后而且他也不敢偷锯，就拿个拖把出来跟我们两节棍打，然后才发现两节棍是一个很笨的武器，你怎么打嘛？会攻，他人多远啊？我已经打错了。哎，可是那个时候也觉得只是玩得不好而已，是很快乐的童年，很快乐的童年，有我们的偶像然后儿时玩伴也很多。倒是我后来中学同学都是香港的，是大学同学都是台湾，就会有这样的差异，就是。这样是哑巴讲话的时候，有人开始故意听不懂，你知道吗？你没有理由听不懂的。你说什么啊？就说你看到那个脸就很讨厌，可是他一定有原因的，因为我可能是做人不对了，我可能什么，然后没有到自闭症那么严重，可是我。曾说过自己在20岁之后是台湾人的周华健，在中学毕业后赴籍渡海来台，就读侨大先修班，重考后进入台大数学系，却因为和兴趣不合，而使得周华健念得倍感辛苦。而因为喜欢台湾，周华健在大3那一年就决定毕业后要留在台湾，同时也决定了音乐将是他人生的方向。于是周华健毅然决然地放弃台大文凭，投入他最新的音乐领域。周华健在香港的时候，其实从小大概就很爱讲话、爱笑、爱表演。可是跑到台湾来念大学的时候，变成了哑巴哈，因为这个刚来的时候国语不行，国语不行，而且在侨大的时候其实还好，在侨大的时候很多侨生，对呀，就跟老师就开始啰里吧嗦讲了一种很流利的广东国语，可是那个时候无法分辨语言之美有一些重点在哪里应该掌握的，不知道。然后进大学刚开始也是还是被人笑。大学的大一的上学期比较严重，那广东国语常常会开始有人会挑战你了，因为有本地生真的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加上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小节的地方，包括原来我忘了吃饭，很多了。然后包括是课业上，比如说我当时你看我大一会找到一个是侨生的学长来教我的数学的，我反而还是不会去找那个，但我很一心一意要去把国语学好。那整整1年，其实这样是哑巴讲话的时候，有人开始故意听不懂，你知道吗？你没有理由听不懂的。你说什么啊？就说你看到那个脸就很讨厌，可是他一定有原因的，因为我可能是做人不对了，我可能什么，然后没有到自闭症那么严重，可是我觉得蛮接近，一句话都不讲，2个学期一句话都不讲，然后看到侨生同学就很大声的广东话，很痛快，我自己压不住的，压不住。可是我要去把国语学好，直到很奇怪，我好像在大一的某一个晚上，
bling 这样子，开始知道了有一些窍门，原来那个毛病我一直在犯的。为什么不能靠着听国语流行歌来讲好？有，这是其中一个，这是其中一个。那个时候李健富还在出一张唱片叫《天水流长》，然后天水来啊不，唱错歌，天上来的水，我每次都唱错，天水来的上，天上来的水，然后再学他的那个学李健富的腔调，然后水会问，我后来自己会找到一些方法，水是 SH。she， he she， 他she 分辨一些发音。水是这样子来的，然后自己开始做功课。可是，一点一滴，会有在一天的很奇怪的，突然知道了，开始好试试看，慢慢讲。当然那个时候我到现在我会感激一辈子的有关大学校园给我这件事情是，我有。全台湾最优秀的一些同学们在我身边，那个提供了我很多的学习机会。我准备，我觉得很多后来毕业的好学生，顺利拿到毕业证书的一些好学生，他可能收获没有我大，这个是很微妙。当然，我可以说我蛮阿 Q 的，我可能蛮阿 Q 的，我必须要先声明。可是我知道我得到什么，是很清楚的。言行举止，谈吐，然后用字，成绩好以后所散发出来的那份潇洒，有很多家庭环境不好的，可是他一定有一个很确定，他掌握到什么的，起码对他生命、对他人生，从旁去观察，我会学到很多真的书没有的东西，很棒的一段经历。周华健的台大数学系并没有念完，他到大4的时候决定要休学，完全的选择了音乐啊。那这个选择当中有一些挣扎，在这个挣扎包括了他当中有一次必须要面对的是感情的抉择哈。那这一次是听说，我读到资料有些不同的版本，有的是说你是被这个女生伤到了以后才决定投入音乐，另外说是你确定你要选音乐了，他才离你而去。其实都没有，事情都没有那么严重。我可能自己也不小心了，会犯了一些毛病，会在那边，比如说在当时一定也讲过一些什么话，甚至我当时跟我一块在我身边算是陪我的同学，也会听过我一些抱怨，应该会有的。当然我觉得我都不激烈，可是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跟错觉。我有女儿，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女儿已经在交往的一个男朋友，然后她说她书念不成，然后她说她要进演艺圈，然后她长得不怎么样，然后她国语很烂，然后她的家庭背景我其实一无所知，因为说白她是从香港来的，没有理由会投你票的了，这是必定的，一定不可能的。其实我当时自己心里也有数，不过我相信当时我应该有冲动到讲了一两句，稍微还对，因为现在就感觉说这种选择好像不用激烈到一定要2选1嘛就是好像也可以混过去的样子。那你那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流行比较激烈一点，就是说我要走向音乐，那你不能接受就走开好了。你这边有几分道理哈。我最痛苦的事情是，他真的可能会用到万念俱灰来形容哈。家里知道我在读书，可是我读得不好的一个消息，我不能够跟家里畅所欲言。对，一方面你怎么打长途电话？对，那你写信你怎么写呢？而且他们还来看过你，就是因为你进了台大呀。你不外乎就是我成绩不好，我写不下来这几个字，父母亲对不起你，好像以为遗书了，知道跟他们聊，其实我家里很开放，是可以聊的，可是我没办法跟他们聊。
同学之间大家很了啦，大家都知道什么回事。那自己知道自己很想去做这个音乐，可是真的国语都说不标准。我去做这个音乐，我会得到什么结论？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没进滚石，更加莫名其妙。我真的看了镜子是说我要去当歌星，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那个镜子都会裂掉的。我觉得你那时候是在西餐厅唱民歌嘛？对。然后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办？然后而且我有一个我一直都有这样子的观念，我不能离开台湾，我更加不能离开台湾。我如果一下飞机从香港机场踏上香港土地的那1秒钟开始，我可能一辈子都做不了人的。当我父母亲知道小孩回来以后是书念不完，他回来，你觉得他真的很爱我，他会很关照我。可是以那个年代的那种所谓他讲话的方式跟能力来讲，他不可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培养我的环境。对。而我已经在外面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回到突然有个被约束的一个家里，而且他们也没有错的状况之下，我一定更没有发挥的余地。我如果多辛苦在民歌餐厅唱，或者我进了唱片公司，后来我可能连睡都睡在唱片公司。这件事情如果我有父母亲在旁边，我做不到的，我不可能获得我冲刺的那份自由。我不能够回香港，我也不爱香港。我也开始爱上台湾。整个礼拜突然手软脚软，哎呀，我生病了，怎么去看医生？医生在哪里？怎么？真的，反正搞到后来才懂，原来我没吃饭。周华健在他的求学生涯当中，显然把音乐当成了是一个可以戒除的嗜好，可是这个他想要压抑的欲望，却在他大学的时候，听说是在宿舍里面隔壁房间突然响起了一阵吉他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办法压下他多年来对这个吉他的渴望就又爆发出来了。所以你是试过一段没有音乐的生活？在先念侨大先修班的时候，其实的后面几个月已经要有一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吉他，然后也玩了一阵这样。这个结束了以后，到大一的那一年，我父母亲来看我，我说我进了大学了，我终于做了这件事情。进台大他们应该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他来看我就是很高兴。对。就是说帮我把我的吉他带来。带来。我记得我那时候找到一个地方给他们住，他们安顿好他们，我就从他们的房间，在我大学附近的一个地方，拿着吉他走路回宿舍。那种心爱阔别1年多的吉他，去了大学宿舍坐好。那个时候是农历年，我不回家，因为父母亲来。那宿舍没有人，吉他拿起来，叮咚梆梆又昏了，那个魂又开始飞了，到处飞。然后而且很好玩，我听说那个运动员，像足球员，如果你故意犯了规，不是故意，比如说你犯了规哈，有个3个月不给参加比赛，3个月后一出来的时候特别神勇，还没打过球的时候，哇，我觉得我那一天晚上的歌声真是优美啊。我吉他技术真是高超，没有人听见我自己。然后中间好多次的一些克制自己的机缘，也是把吉他也收起来不碰之类的。然后隔壁开始又弹，唱的又难听，弹的又难听，很想冲过去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按错了。”然后的那个永远都压不住，永远都压不住。那时候从香港就剪了指甲，不弹吉他了，到台湾去。那时候你是觉得离乡背井吗？很孤单？不会。当初在香港的生活环境其实说白相当的不好。特别对我的个性来讲，因为我始终是一个怎么讲算是很爱自由自在的人。那其实也是开始要告别父母亲的一个那个算是什么？比如说。他们的关心，是他们的照顾，该是告白的。那父母亲不会跟我讲说，华健你应该出去了。怎么讲呢？对不对？比如说他很同意我念书，可是我就考不上大学啊。那我能怎么办呢？
那后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能到台湾来，我是怀着满心的那种期待，跟接下来我准备是一个人过日子，我将会没有父母亲的唠叨，那个年代看起来都是唠叨，都是烦我的然后都是不明事理的，他们的那个道理是不对的。来了以后其实很痛快，不过当然是到了真的是。实际生活告诉我一切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告诉我的。整个礼拜刚开始的，比如说1个礼拜2个，在侨大还好，侨大是有固定的吃饭时间，一个大的餐厅要去那边吃饭。一进大学，真的自由起来了，整个礼拜突然手软脚软，哎呀，我生病了，怎么去看医生啊？医生在哪里？怎么？真的，反正搞到后来才懂，原来我没吃饭。你忘记这件事了，没有人叫你吃饭。对，这真的会发生哎，就是会发生，因为以前别人都盯着你。多荒谬的事情，你知道？18岁、19岁到台湾来，然后之前的19年不知道吃饭要自己准备，就别人准备好你就去吃就。衣服是要穿到真的是快已经。隔壁床的都已经抱怨我才要去洗了，不要讲细节。自己发明的一套是，比如说内衣裤是那种10条10件内衣这样，星期6是一次就洗1桶这样。然后我不知道后来这个方法是好不好的。原来我当然是懒的关系。原来衣服泡在水里面，洗衣粉摆着，你不要挤，你把它摆1个晚上是不怕的然后第2天的所有的这上面的污垢，一手下去就跑掉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可是我觉得对衣服的那个质量应该有很不好的，最后就霉掉烂掉，这样。可是不重要那个希望我洗衣服了，类似这样。香港侨生到台湾来考试可以有加分什么可以就进更好的学校。然后觉得。能够去到一个好的学校，还是商人能够去到一个不一样的环境，这个环境应该能够是给怎么讲？这个我觉得那个比较重要。然后再有一个机缘，就找到滚石的一份制作助理的工作。那进去以后呢，我记得3毛我们的老板问我说，你还是把你的书念完咯。然后怎么跟他讲说，其实我没兴趣还是什么，其实也念不完这样的。那我就好，我会注意的这样。然后就回去就很努力去办休学。然后休学的那边人也觉得很可惜为什么会在这个大4的时候，一开学的时候就来办休学这样。那个是我自己很了解，自己真的很了解。滚石唱片反而是一个我在里面一走进去，有一个房间是摆唱片的。打开那个门，因为我之前遇过一次淹水，我有很多我自己的珍藏，从电台里面拷下来的录音带，我的资料。如果要听到什么歌，我要拿来当一个 reference 的时候，这是我自己准备要做音乐的自修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全部淹掉，我一无所有这样子。我进去一个唱片房间，打开以后，这张他有，哎呀，这张他有。哎呀，这样他有就好了。找一天下班时间再搞，而且这次没有 DJ 在前面讲话的，那非常快乐。我会去到录音室里面，看到真正会做音乐的人，他们怎么统筹这件事情，看到音乐上出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解决。我要修这个学分，而且我会修得好，我知道。然后所有自卑。所有的痛苦，那个时候还不至于自卑跟什么了。书念不好，其实我很了解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知道我一定有一件事情我是会的，而且我会的比别人都好的。那在那边就真的是，这就是对的，这就是我的家。心有不甘呢，唱片拿给人家，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这样讲故意口罩拿掉。我送唱片来的。我说等一下。这不是你吗？我说，是，完了，那秒钟怎么解释呢？
大学时代的周华健开始在民歌西餐厅弹唱，他的音乐才华与独树一格的嗓音颇受听众欢迎，甚至有唱片公司来挖掘。周华健先与林良乐出版了一张合集《民歌三人行》，然后灌入了个人创作专辑《最后圆舞曲》。用心制作的结果，却是唱片公司在还来不及宣传的情况下结束营业。所幸在民歌西餐厅的表演得到李宗盛的赏识，经由他的推荐，周华健得以加入梦寐以求的滚石唱片，担任制作助理。虽然薪水微薄，但是他丝毫不以拮据的生活为苦，因为他又离梦想更进一步了。你后来开始走音乐的路的时候，是一开始是跑去西餐厅唱民歌开始的。你在那边算红吗？在民歌西餐厅民歌界，算红。有 fans 吗？几个，有数得完的。他们怎么表达对你的喜欢？通常都是会，比如说一个月哈，我在某一家餐厅里面的有一个班这样说好了。有星期六一定有的，那比如说一个月他会来2次吧，就是要隔一个星期会来之类的。那也没有很忠实啊，没有分分秒秒跟。我刚才其实有表达到这个感觉，我有没有 fans？ 有，我蛮坦白的。民歌餐厅其实有一个高低的曲线的。当初进去从一个班开始，学长找我去，没差。然后到后来掌声都从那边来，学校没有掌声，也不得已的这样子，也接了很多班，甚至连妹妹的生活费我都觉得可以去帮忙。对。然后当然不能跟家里讲说我不念书在做这个呀。然后那个算是个高峰，可是也从1秒钟开始，就整个人就常常在问，我在那个民歌餐厅会到哪一天呢？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啊？这是什么回事？我看过更多比我老资格的人在那边唱歌，然后都是很年轻，可是都是垂垂老矣的这样子，下了班就背把吉他来唱2个班。我看到他们，难道我真的要在这里一路唱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那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人来这边唱歌，一唱，第2天就可能被人家选走了？去出唱片有吗？有。现在还在唱歌吗？有。没有唱歌，现在没有。对。然后为什么我在这边，人家选我也不要呢？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已经分析过，已经来台湾久了。我分析过台湾数家唱片公司，我觉得滚石是最有一个奇妙的制作的环境，跟他们的诉求的。梦田、齐豫跟潘越云合唱3毛的作品，女的3毛的作品，哇，不是太美了吗？这件事情没事，李健富我喜欢的李健富，要签了给滚石，出了一张唱片叫《黄山》，那时候很流行去黄山拍照啦，还是去黄山一游。李健富唱了黄山呀黄山，哇，好听呀！好像我一定要进滚石，才有这个环境去学到这个音乐。然后这个才是我要的环境，所以其实中间已经有一些来敲门的机会，说，别的唱片公司，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等滚石，我不可以先进别的公司，然后出了唱片再被看中再去滚石吗？这中间是我在好像大2的时候，就有一个唱片公司来找过，就去出了一张叫《最后圆舞曲》，那次那个合作的方式已经怕了。乱出的，我很单纯嘛，我在试试看写歌，写了一些歌，在大2的那个时候，在那个餐厅开始有多唱几个班，写了这个很难听的歌，然后有一个人跑来说，我以为你会写歌是齐豫教的，不是的，你本来就会写歌，这都是自己摸出来的，可是当然那个给你听，你会真的是。讲不出来，你会从头笑到底的，干什么这样子？好像反正有一个小孩子自己在那边乱唱，可是有些词有些字这样的。那原来在大2的时候，这个唱片公司来找我说，不怕，我只需要一个发表我的作品的机会啊。对，我不管它是什么唱片公司啊，如果我有才气的，我这个东西是好的，那我自然就会红啦。对，什么唱片公司我都
无关的。合作过以后发现真的学不到任何一点东西。他就照你写的那些歌，然后他就用了，就帮你说，对，他也不会觉得不好。可是你就是在这个时候拿着最后圆舞曲跑去打电话给《民生报》的王祖寿，说你要约他见面。不，不是吗？有一个相当同情我的主持人，电台主持人，因为那个时候排到一些会排了1、2个通告的，有排到通告，对，有排通告的，上了1、2个电台节目，然后还上了一次叫《中医100点》。哇呀，上过一次，第一次看到张小燕，在后面发抖，人都还没上这个摄影棚里面的舞台的时候，汗流的一脸都是，好像压你去那个刑场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你要上去干什么？就是要唱歌。对，有一次演出的电视的机会。啊，综艺100。对，综艺100啊，很恐怖的。那个唱片公司应该用尽了所有的子弹，在那一次没反应，歌也不好。唱了，有唱，有唱，也不好，真的不好。然后排了1、2个电台的通告，所以有一个主持人就跟我聊，像这样聊天，聊起来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其实蛮上进的。是。那可是就是唱片公司小，没办法怎么样。民生报开玩笑哦，怎么，然后就王祖寿是我的这个好像是算是同学，在学校里面的同学。你的？他的那个电台主持人。我帮你一个忙喽，这样。他真的后来我也不知道，他后来真的要打这个电话，然后我还印象中哦，我从民生报里面打开那个照片的打开那个他的娱乐版的时候，他里面有提过我的名字的。另外出片的新人有谁，周华健这样，有另外一个人，我就觉得祖寿其实有收到那个电话，或者说祖寿真的他在做他自己的工作，就是该有的版面，帮你提了一句了，帮我提了就对。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说，其实那个地方是没人看到的，觉得很红啊，名字已经被写到报纸上面。我很红啊，开玩笑，你知道我是谁啊？现在没看报纸啊？我只是开玩笑，那个是没有笑。不过后来倒是祖寿在我真的是在香港那次的演唱会里面，他回来帮我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一字。是，然后里面的用词真的是祖寿的那个文笔，你知道，是，他特别在一些，形容上面的那个，他功力很高的，是这样子来的。还有电台主持人说你，就好像穿着雨衣跑去电台，把自己的录音带送给。他说没办法，现在这个唱片没有，对不起，星期一发行哦，周华健唱片星期一发行，好。星期一发行，然后星期一没人打电话给我，星期2没人打电话给我，那不像发行的样子。星期3收到电话，发现唱片公司倒了，然后跟制作人接电话，制作人也是他的第一次 debut， 他的第一次的下海来做唱片，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情。然后跟制作人问，我们自己去送唱片好不好？是送了电台再说咯，电台播了歌再说。就唱片出了，然后唱片公司打掉了，货全部在公司里面。是卡带，唱片。而且我还帮忙写，原来是写什么主持人指正，蛮喜欢写指正2个字，写一大堆，然后就一堆唱片在那个公司里面。去了怎么办呢？你用什么车来送？没车，全部人看着我，只有我有一台摩托车，因为我唱民歌在赶通告，赶那个民歌的唱歌的班。然后说我来喽，晒，借一家送，戴个口罩也没人知道。可是送，你戴口罩是因为怕人家认出来是歌手本人在送货。对，也是。然后就心有不甘呢，唱片拿给人家，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这样，讲的是故意口罩拿掉那种。我送唱片来的，我说唱片，等一下，这不是你吗？我说，是，完了。那秒钟怎么解释呢？歌手自己送货，原来没有套过这个词，如果给别人发现是很糗的事情。可是你又想被人家发现，对，又想被人发现，真的是矛盾到这样。我住在后面，顺便进，可是哪像嘛，口罩还在耳朵这里，而且整件那个黄色的那个外套是脏到，每天那个泥在打。那段岁月真的是好苦，就全部都在所谓恋爱谈不成，对，然后书念不成，然后
下一步该怎么走？对，如果决定要去唱片公司，那其实我在唱片公司应该是我会得到什么结果？我离开唱片公司，我还有个抉择的，因为最起码我还在民歌餐厅唱歌，我有收入的。对，可是我进了唱片公司以后，我势必要很多的那个餐厅的班要请假要推掉。然后我当然妹妹家里还可以来帮忙，就是这样子。妹妹那边我没钱也没问题，然后就我突然一个月，比如说2万块的台币的收入，我进了滚石是8000的，6000块。制作助理，6000块。那如果赶场的话是可以累积到2万。哦，赶到疯掉可以2万5，25000块一个月。然后我变6000块。变6000块，那是怎么样的抉择？对，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当然，其实我是很清楚的嘛。可是你还是会有烦的那一刻。对，你还是会有烦。就是我不知道年轻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嘴巴一路念着不要，可是后来还是做了那些事情这样子。我当时应该也是这样子，可是心里面没有一刻是平静过，快乐过，说白，然后每一件事情都不对，每一件事情都是吊着半天的那个心，然后中间还试过去在民歌餐厅唱太多的班，而且是别人的感冒传染给我，那个麦克风哇。麦克风我唱完下来就开始不舒服，喉咙痛。我说啊，怎么会这样？我昨天也没有说着凉啊。他说没有啊，前一个班那个谁他感冒了，你叫他不要来好不好？在那边唱了之后，我们接下来下个班来唱的，不知道怎么办。也对了，他也是要钱的，大家都一样。他总不能戴个口罩来唱歌。然后感冒到后来喉咙出血的，整个扁桃腺发炎。唱太多。我们在摆渡人的工作室的时候，最巅峰的时候，我搬进去一个新的家，前面3年，我真的连张床都没睡过几次。然后太太当然也会有一些怨言。我的确去过各种不同的场合演唱，万人空巷的，我的确有很多首让人家朗朗上口的作品这样。我也写了不少这样的歌，成就非凡。对不起，当然，我有一些成绩，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广告出来了，掉头就循着那个声音，还在扒的路上，一家一家看哪里的声音啊？1分钟的广告快完了，走啊，到最后15秒的时候，这个面摊那边看到那个张国柱，很帅气的换挡。车子开走那样子，你想。